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辛辛苦苦搭建了一个网站搭建了一个外贸独立站，那后台呢明明是中文，但客户点进来呢却想要看英文、日文或者说是法文页面。结果不是请人翻译要花钱，那么就是自己手动翻译，又麻烦还容易出错。那么如果说你也有遇到过这种苦恼想让你的网站里面再增加多几种语言，今天这期视频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超级实用的神器它的名字呢就叫 Translate Plus。 那么它可以那它是一款插件，那么它可以帮你把 WordPress 网站一键切换成多国语言。比如说你的网站现在是中文，只要点一下来就能马上切换成英文西班牙语、法语、日语、韩语，而且翻译的结果呢直接在前台就能预览，想改哪里就改哪里，非常的直观。那么最重要的是呢，它和 Bookmos 电商插件呢完美适配主题也都能兼容。如果说你做的是跨境电商、外贸独立站，那这个插件呢几乎就是必备工具，它能让你的站点看上去更专业，同时呢帮你省下大量翻译和维护的一个时间。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带着你呢一步一步来操作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小鱼儿的频道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会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网站，从域名的一个选择到安装 WordPress 和这个插件，那么还会教你免费版和付费版的一个区别，以及怎么样用自动翻译功能快速把整个网站多语言化。放心，就算你是完全的一个新手了，看完这期视频呢也能照着一步步搞定。好，接下来我们就从头开始怎么样来搭建一个专业的网站。搭建网站我们一定需要具备两样东西，两个最基础的东西。第一个呢就像是这个小鱼儿的频道一样呢，在顶上有一个小鱼儿的一个网址它也可以叫做域名。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搭建网站呢，我们所有的图片视频它需要有一个储存空间。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房子，那么房子里面我们要堆很多东西这些图片呢需要有一个储存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我们把它称之为主机或者服务器。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服务器的不知道用哪一个好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主机提供商。无论你是做跨境电商呢，还是做外贸站，那 Hostinger 这个服务提供商呢，都非常的适合你它是国外非常主流，而且非常安全、速度非常快的一家主机服务提供商。小鱼儿很多的网站呢，都是搭建在 Hostinger 这个服务器上面的。那它支持多国语言哪怕你的中文，哪怕你的英文不太好，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 English， 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主流国家的语言呢，它都是支持的。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直接把它切换成这里，切换成中文。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就切换成了一个中文，到了一个中文的界面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呢，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 Hostinger 的链接跟着我一起呢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要从零来搭建网站的话，那么我们想要学习想要一个多语言的一个网站呢，我们也要从零开始。接下来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滑它这里会有3个套餐，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想要哪一个套餐。如果说你的网站刚刚开始那你可以考虑中间的这个套餐，这个套餐呢也是最受欢迎的。第一个不建议因为第一个的话它没有每周的备份第一个我们是直接不推荐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刚刚开始，你可以选择第2个套餐。如果说你手头宽裕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考虑选择第3个套餐。那它的一个价格呢，大概是27.99一个月这个是人民币CNY 27.99一个月。有的时候可能当你打开这里，它的价格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它的活动会发生变化它的价格就会有所变动。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可以享受73%的一个折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在这个服务器里面我们能做些什么这里点击下面有一个查看所有功能。首先呢，可以看到可以在这个服务器里面最多可以搭建50个网站并且呢，它有5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那么这个储存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你网站的一个速度的一个关键如果说储存空间太小了，那么你的网站可能就比较卡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电脑的一个硬盘哈，你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很明显，现在的固态硬盘的一个速度会快于我们的机械硬盘。服务器啊，它也是一样的原理。可以看到它这里第二个 NVMe 的储存呢，它会比第一个 SSD 的这个储存会快很多。也就是说呢，当客户打开你的网站的速度呢，也会快很多。另外呢，它每个网站有5个邮箱啊，这个可以免费使用1年。你可以选择一个可以看到每个邮箱哈，它都匹配1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啊，你可以随时升级以获取更多的功能，储存空间或新增邮箱。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每日备份和按需备份，防止任何数据的一个丢失。还有一个就是高级一点的这个套餐哈，它是58.99一个月。那么这个套餐，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电商独立站，特别是针对电商哈，建议呢你考虑58.99一个月的，因为这个里面呢，它跟第二个套餐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IP 啊，那中间这个呢，它使用的是一个共享 IP。前面2个它都是属于一个共享 IP 啊，只有第3个呢，它是一个专属的一个 IP。那共享 IP 就会出现哪种情况呢？当别人的网站出现问题，那么你的网站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专属 IP 就不会影响到你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网站更加稳定想要效果更好，你也可以考虑选择第3个套餐，那就是这个专用 IP， 并且可以看到第3个套餐呢，它是最多可以搭建100个网站并且它有1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同时呢，它还享受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服务优先支持。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购买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套餐。当然可能接下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你的购买一个时长买的越久的话，它的价格算起来就更优惠。那购买48个月，可以看到这儿写的购买48个月的套餐呢，还送2个月的一个免费托管加起来一共是50个月必须要购买48个月才可以享受这2个月。48个月的可以看到它价格是58.99，那如果说是12个月它的一个价格就是73.99，所以买的越久了就越划算。首先一个我们大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做网站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做几天或者几个月那这个做网站其实都是按年来计算的。那你的网站做的越久，那么你在这个 Google 里面的排名呢，可能就越靠前你的免费的一个流量就会越多。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48个月。48个月它里面是还包含免费的域名可以使用1年。如果第2年你的网站要继续，那么你就直接去续费就可以了第1年呢它是免费的。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可能想到这个我买这么久，那万一不好用怎么办呢？这儿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鼠标拉到这个右下角可以看到 Hostinger 呢，它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30天以内呢，你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试用一下这个服务器。如果你不满意，那么你可以直接在30天内呢申请一个退款。所以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不要有任何的顾虑那30天就相当于1个月，那么你在28天、27天的时候，你觉得不好用，你也可以把它退掉。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整个订单的信息，48个月，有每日备份，有1年的免费域名，还额外赠送2个月，还有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总共算下来人民币的才2831，2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呢还是很高的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继续。这里没有注册的朋友呢，可能需要你的谷歌邮箱来注册一下需要输入一下你的一个账号。那么接下来就到一个账单地址这里你来自哪个国家就填写一下这有的可以不填。这边再看一下你的一个订单详情，那么没有问题，点击一个继续。接下来就到了一个付款页面那么推荐这个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Hostinger 呢，它也是非常适合大陆的朋友除了可以使用银行卡，那么你还可以使用支付宝来支付。你也可以使用 PayPal， 那还可以用银行卡。那这里如果说有加密货币的你还可以使用你的加密货币。我们可以选择这里直接用支付宝来支付提交付款。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它显示的是美元不过也没有关系。那它会按照实时的费率呢把它换算成人民币进行结算。我们这里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拿出你的支付宝二维码来直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当你付完款之后，你想再次进入
服务器的后台，这个时候我们回到 Hostinglr 的首页啊，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登录按钮，这里我们就直接登录进去啊，用刚才购买的这个账号。OK， 那这里我就直接登录进来了。那么 Hostinglr 这个后台啊，其实非常的简单哈，特别适合新手。它不会像很多那种其他的一些服务器那么复杂哈，进去可能你还要研究半天啊。这个的话，这个页面操作很简单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一个网站，点击一个网站列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到中间，这里就有一个添加网站，这儿呢我们就直接点第一个使用 WordPress 建站。那 WordPress 呢，它是一款非常好用的开源的程序哈，全世界已经有超过80%的网站呢都是基于这个程序搭建的。世界上很多主流的网站哈，它好多都是通过这个 WordPress 这个程序来搭建的啊，非常的好用。好，接下来呢可以看到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语言哈，这个语言呢它是针对我们后台的哈，你来自哪个国家哈，你点击这里就可以选择哪里的语言，选好之后啊，填一个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啊，设一个管理员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下一步啊，这里它会问你是想使用 AI 建站还是用预设的网站和主题。那么这里我们不使用 AI， 我们直接用这个预设的网站和主题，点击下一步。WordPress 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自带了非常多的一些模板，你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你喜欢的模板啊。它这里有分类啊，可以看到有博客的，有商业的，有在线商店的，还有营销方面的。这儿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模板。它里面的模板哈，有的有付费的啊，也有免费的。像这种带有皇冠的，可以看到高级模板啊。那这种模板它是要付费的。那我们先找一些免费的模板，这里面模板可以看到非常多啊。那我们随意选个哈，比如说我选这个，选好之后它就会应用这个主题。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预览一下这个主题。那么这个是关于一个运动的一个模板啊，你可以看一下大概你的网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可以预览一下，可以看一下哈，还是非常的专业。那这里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个平板端的一个效果。那这儿还可以看一下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啊，它的适配率很高哈，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点一个继续。这里呢，它会问你啊，是否需要给你添加一些插件，我们这儿不需要，我们点上面的取消全部，点下一步。那这个时候呢，就关系到我们的一个域名，这儿需要填写你的域名。那么如果说你是购买了1年以上的话 ，Hostinglr 呢，它会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啊，你可以自己想好一个域名。直接在这里来输入一个你想要的域名啊，它就会显示免费。因为我之前已经领过了哈，所以这里就不再给大家演示。域名填写好就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它就会把 WordPress 安装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哈。这里大概需要等待2到3分钟啊，大家可以先喝口水，上个厕所。那么大家如果说想搭一个电商独立站呢，也可以看之前我的这些视频啊，也是零基础的一个教程。OK， 这里马上就安装完成了。好，接下来呢，它就带我们来到了 Hostinglr 的一个后台。其实 Hostinglr 的后台也非常适合啊这个新手操作，没有什么技术门槛，也不需要啊像以前那样你需要懂代码啊，大家只要点一点哈，只要拖动一下就能搭建好一个网站。这里网站已经搭建好，我们这里把它关掉。我们点击左上角，我们点击 W 哈，让它带我们来到后台，点击离开。这时候它就自动进入到后台了。我们点击这儿有个左边的仪表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仪表盘。下面这些广告这些不需要的，我们可以先把它关掉哈。点击右上角这个显示选项啊，把这些给它取消掉，把它点回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就干干净净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安装一下这款翻译软件。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个插件，这儿我们就点击一个添加插件。那么这款插件的话，它有2个版本哈。第一个就是免费版，可以支持一些基础的语言切换，但是所有的翻译工作呢，需要你手动进行翻译啊，还是比较麻烦。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插件页面啊，这里相关链接哈，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Translate Plus 的这个插件页面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有2个版本。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价格哈，这是相关链接哈，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打开哈，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点击这里一个价格看一下啊，因为它有付费版和免费版，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哈。那么可以看到它一共是有3个版本，
这里呢，它有一个个人的最便宜的，就是这个个人的是8.25欧元啊，这个是欧元一个月，一年啊可以看到一年就是99欧元。专业版的话可以看到是16.59一个月欧元，一年呢只需要199欧元。那它两个功能有什么不同呢？可以看到啊，基础的8.25一个月的呢，它就只能应用在一个网站上面。中间啊，这个商业版呢，它可以使用在3个网站上面使用啊。这个基础版呢，它只有一个50K 的一个 AI 翻译单词啊，但是这个商业版呢，它有200K 的一个翻译单词。当然，在后面还有更高级的版本哈，它是可以在无限的网站上使用的，并且呢有500K 的一个 AI 翻译单词。那么这个200K 呢，就相当于呢这个 AI 它可以帮你翻译200万字的一个文字啊，用它内置的一款 AI 插件帮你进行翻译。这两个呢还有一个差距就在于，那它专业版呢，它是这种商业版，它是有一个自动翻译功能啊，比如说它是可以调动谷歌翻译的，与谷歌翻译集成。那么它还可以调用这个 DeepL 翻译 API， 这个 Deep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是在翻译界里面呢算是比较好用的一款翻译工具。那它翻译出来的语言呢都非常接近我们平常自然的这种表达，它不像机械翻译那么死板，所以它专业版呢就多了这样的一个就多了自动翻译这个基础的每一个可能都需要你用手动去翻译，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麻烦。如果说你的网页像有的网页的话比较复杂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这种商务套餐可以把你的整个网页呢快速翻译成英文不管哪个语言都没有问题，一些主流语言你都可以翻译。当然选好之后建议大家选择中间的这个套餐。选好之后怎么来进行一个购买呢？也很简单我们就直接点击，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这儿就有一个立即购买我们直接点击进去。这里付款可以看到你这里可以选择信用卡，也可以选择 PayPal 付款。下面呢输入你的电子邮箱你的姓名，输入你的一些个人信息，账单的一些细节还有你的账单详情这些带星号的都把它填写一下，这里直接付款就可以了建议大家使用中间这个个人版这个8.25每个月的我们要用到的一些组件按钮呢，它会少一些基本上它内置的一些组件这些功能呢很少，会非常的麻烦。等会儿我给大家演示的都会使用到它的商务的套餐来配合免费版给大家演示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最后再决定你是想要这个基础版还是这个商务版。这里付款成功之后，接下来呢你就会获得这个插件的一个下载，你直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面就可以了。下载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后台。这里免费版本我们就不需要这里我们就直接在这儿直接来搜索这个插件就可以了，直接在这个右上角这儿搜索这个插件，这是免费版本就直接搜索商业版我们是需要下载链接。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插件翻译多语言网站，那使用的人数这里已经超过了40万证明它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该插件可以兼容你当前使用的这个 WordPress 版本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大家把它这个 logo 把它看清楚不要下载错误了不要安装错了。我们这儿点一个启用，启用好以后呢，它会提示你连接到你的 WordPress 账户这儿我们就直接点一个允许并继续，或者你跳过也可以接下来它会直接跳转到这个插件的一个设置页面，那我们先把它关掉。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当前的一个设置页面。如果说下次你想找到它的话也很简单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设置，这里就有一个，那么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下角这里 Trans Plus 直接在这里也可以进来。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这个插件的设置界面也很简单很直观。那么它会默认到这个翻译网站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是通用，第二个是语言切换，第三个是自动翻译，第四个是翻译网站附加功能、许可证、高级这几个选择。这儿我们网站的默认语言这里是一个中文，当然在这里你也可以点击这里去改一下它的一个默认语言。我们这里后台显示的中文它直接读取就是我们后台的一个默认语言这儿你也可以去改一下你后台的这个语言。我们直接找设置，找这里阅读，所以我们把我们后台的语言找到常规后台的语言这里是中文，这儿我把它改成一个英文，默认的是一个英文。鼠标往下拉，这里也需要保存一下，保存更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鼠标回到左边这里一个这儿 Trans Plus 这里我们点它，接
接下来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一个英文了。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默认语言呢，它这里我们需要改一下，把它改成一个英文。接下来鼠标往下拉，下面我们可以来添加语言。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默认的是一个英语啊，这儿我们可以选择语言，比如说这里呢，我们来选择一个，这儿选择一个中文，这里后面有一个加，我们点击添加，可以看到这里中文呢就加进来了。可以看到这里，如果说你使用的是免费版，那它支持的语言数量是有限的，这里只能加一种。如果说你还想要再加2种以上的语言呢，就需要升级啊，并且去解锁更多的一个高级功能啊。如果说你要使用多语言这种翻译的话，你就要去付费哈，就要去升级。这里所用的相关链接哈，我都放在视频下方了，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如果说你的网站不只用2种语言的话，那你肯定是需要一个付费版本。好，这个是给大家讲的是一个免费版本。那接下来我把我的专业版呢给它安装进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专业版它又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我还是回到左边这儿插件，选择这里添加插件，这儿选择上传插件。那这里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哈，你就会有一个下载链接啊。这儿我选择文件，这里我把这个插件给它添加进来。这点一个立即安装，好，我们继续。那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下载完成。那这里插件已经安装完成了哈，这个专业版已经安装好了。这儿呢，我现在来给大家安装的哈中间的专业版。接下来我们激活一下这个插件，那有的是激活，有的是启用。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的设置，选择这个 Trans+， 选一下它。好，接下来呢，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专业版了。这里语言可以看到啊，它默认的是英语，我添加了中文。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还可以添加，比如说我这里添加一个德语，点击添加。那这里我还可以再接着添加一个法语，点击添加。那还可以再添加，比如说我这儿添加一个日语，点击添加。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的话，在这里可以添加更多的语言。那这里可以看到，我还可以添加，比如说我还可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商业版和一个普通版的一个区别哈。这儿比如说一个马来语，点击添加，那下面还可以添加哈。简单的说，就是在这里你可以添加很多语言。那这里添加完成之后呢，鼠标记得拉到底，点击一下这里一个保存更改，一定要保存。这个翻译软件呢，它有2个核心的功能哈，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到的刚才的一个手动翻译，一个是手动翻译，一个是自动翻译。这个自动翻译的话，它会调用我们自动翻译，它会启用自动翻译。这里点击自动翻译之后呢，这里我们记得要启动一下，这里把这个给它打开，打开之后鼠标往下拉。那么鼠标往下拉，下面这里有一个更多哈，这里有一个替代引擎，我们往下拉，这儿有一个 Translate Plus 的一个 AI 点击这个倒三角，它里面有一个谷歌的一个翻译，或者是调用这个 DeepL 的一个 API 这2个都是非常专业的翻译。如果说你用谷歌的翻译的话，或者说翻译的一个 API 接口我们需要有一个 API 接口才可以。那这个呢，它是需要单独付费的你可以先用这种谷歌翻译去自动翻译一下，你再去进行人工的校正一下微调一下有的地方不是特别准确的地方，那么这样它的一个翻译质量就会更高。那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呢，那我们鼠标往上拉就可以去点击这个翻译网站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前端可视化的翻译的界面了进来之后可以看到页面的左侧上面就会出现每一段可编辑的文字，右边是你网站的前台默认的原始语言，就是这个英语比如说我们想要把这一段给它翻译一下，那我们这儿鼠标可以选中它，那么要翻译这一句的话，我们就选中它，选中之后点这个笔。好，接下来这边就是一个翻译的页面。比如说你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这儿我们复制一下哈，那我们就把翻译好的给它粘贴到这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保持健康的意思。那么翻译成中文是这个意思，那么翻译成这个德语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用到DeepL。复制一下这段话。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要把它翻译成德语DeepL可以看这里面你想要哪个国家的语言都可以，比如说德语那这个就是德语，那这儿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把德语来给它填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法语这个就是要靠你手动一个去翻译这儿就找到一个法语还有一个日语
这个就是手动哈，需要你自己一句话的去进行一个翻译啊。这里呢我是手动翻译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手动翻译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你这里翻译完第1句的话，这里点一个保存啊，接下来你再翻译第2句，点击这里一个笔。那么你还可以这里第4句，这里每一个去翻译。翻译好之后，记得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保存按钮。这里需要你手动来把这个网站里面的所有内容呢，都给它翻译过来。那么你想要翻译哪个地方可以看到，你就把笔放在哪个位置哈，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哈，每一个地方它都有有语言的地方哈，有这种它都带有一个笔这下面都有一个笔，这儿都可以来翻译每一句都可以翻译。选中哪个地方呢，就对应翻译哪一个地方比如说可以看到顶部这里哈，也是可以这种菜单栏这些地方哈，这些语言这个页面这些地方都可以翻译。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费时费力了哈，你需要手动挨个去翻译。那手动翻译全部翻译完成好之后，就直接点击一个保存。那么我只带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翻译哈，每一个地方都有笔，你就一个一个去翻译就可以了。哪个语言你就把它翻译成哪国语言哈。完了之后这儿点一个保存保存好之后呢，我们点一下左边的这个关闭按钮。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好，这里刷新完了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网站的右下角，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是就多了几个其他国家的语言这里就是一个 logo 哈，比如说这里看一下中国的它这里可以看到，我刚才就简单翻译了一个这儿就变成英文变成了一个中文。当有访客进来的时候呢，他想找到他想看的一个语言，他就可以点击下面来切换，比如说想看英文，他就点击英文。想看日文呢，他就看日文。刚才给大家讲解的这个方法它是属于一个手动翻译相对来说可以看到比较的麻烦。那么它里面还有一个自动翻译这个自动翻译鼠标回到顶上，这个自动翻译，这个自动翻译呢，我们点一下自动翻译需要专业的插件专业的我们要用商业版的才可以用自动翻译。专业版这种自动翻译就非常省事儿了。刚才给大家看了它支持一个DeepL 以及 Google 的 API 的一个接口。那它里面一共有3个，第一个就是它 APP 里面自带的一个 AI。如果说你用了商业版，好像我刚才我用的就是这个商业版，也可以叫专业版，那么我就可以使用它 AI 来帮我自动翻译。下面2个，一个是 Google， 一个是 DeepL。你如果选择这个如果说你选择这个谷歌翻译的话，你点一下这个谷歌翻译。我们鼠标往上拉，这里它可以看到这儿，它会提醒你让你填一个 API 的一个密钥。那么你可以点进去点击进去获取一下谷歌翻译的一个 API 密钥这个 API 密钥呢是需要你单独去购买的谷歌的服务它不是免费的。谷歌提供的翻译它是需要收费的。网站有一个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此链接去看一下，这里面它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密钥的一个介绍还有一些教程之类的，让你怎么样来申请谷歌 API 的一个密钥，可以让你的网站自动翻译的一个教程这里呢，这里面详细信息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那么你只要跟着它的这个教程一步一步去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看到的这个界面是英文的，你鼠标可以拉到底下面语言你可以看到，可以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在最底下右下角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有详细的流程步骤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是谷歌的一个 API 的一个教程申请。还有一个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是个 DeepL， 这个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软件它翻译出来的语言非常自然非常接近这种口语。当然你也需要购买它的一个 API 的服务才可以。你可以点击 DeepL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也是需要你连接一个密钥的，而且它有版本有不一样的，有一个 Pro 的，有一个还有一个 Free， 它是2个版本我们来到这个 DeepL 的这个页面，你可以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API 的一个翻译的一个价格价格其实也不贵，有免费版的，可以看到有基础一点的，有高级一点的。这儿是一个基础的这是一个免费的，这是个人的这个是团队的，这个是商业的，这个是企业的。个人的一个月就 8.74每个月。它有一个免费试用，可以看到免费试用30天，随时可以取消，你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你有这种团队，你就买这种团队如果说是个人的话，可以看到直接买这个个人的可以直接点击进去免费试用这儿需要填一下你的一个电子邮箱，点击一个继续需要设置一个密码
这个 Divo 的它好像不太支持国内的银行卡，你需要有一张国际版的一个 Visa 信用卡才能进行支付啊。如果有国外的虚拟卡这些哈，你也可以去试一下。购买了这个 API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API 的密钥呢直接填到这个里面来，你是什么类型的，这里填一下。填进来之后呢，你的网站就可以自动的翻译了，不需要像我们刚才那样手动的去翻译哈，手动翻译真的太麻烦了。只是说这些接口哈，一般这些工具之类它都是需要收费的啊，他们也是按照字符的数量进行扣费的。我们可以看到 Divo 里面它有多少个字符，多少字符多少钱，还要看你翻译多少个字哈。比如说这里是30万，那免费的可以看到每个月还有5万个字符。那么这个 Google 的话，它的翻译还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试用额度啊，后期可以根据你的使用频率呢，再决定要不要充值，要充多少。下面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哈，可以看到它呢还有一些功能啊，一些高级功能，比如说防止爬虫啊，爬虫在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呢，这些它是不需要进行自动翻译的，可以把这儿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关掉。第二个自动翻译。自动翻译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限制的哈，每天它有一个限制翻译多少啊。但是如果说你调用了 API 设置一下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限制的哈，每天的一个字符。那么鼠标往上滑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哈，这里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看一下。那这些模块也是需要它的一个付费版、专业版才可以调用。如果说你进来之后点击这里都是灰色的，那么证明你用的是免费版哈。这儿我可以看到我是可以把它激活的啊，比如说页面的一个标题描述，还有 Facebook 这些啊一个 SU 的支持啊，这儿我们可以把它激活。还有一些专业的附加的组件啊，可以看到自动翻译啊、自动用户语言检测哈，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激活。所以这里安装了专业版哈，后面这些都可以启用。后面呢，它这里还有一个许可证啊，还有一个高级功能。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常规这里啊，这个语言设置这里。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默认的语言哈，你默认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比如说这里我默认的是一个中文啊，这儿默认的是一个英文。那么这儿可以看到哈，它每一个后面这里它都有一个别名，每增加一种语言哈，它这个后面都会有一个别名。有对应的一个别名啊，帮你添加到后面来。这儿图纸啊，如果说你想改，你也可以改啊，但建议你不要去改它哈，我们就默认的就可以了。上面这设置完了以后，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选项啊，它问你是否使用这种母语名称，比如说英文啊，它可能就会显示这个音给你写啊，中文的话它就会显示中文。那这个功能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哈，对用户来说影响不大哈，这儿我们就保持默认的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使用默认语言的子目录，就是为语言创建一个独立的目录。简单来说，就是把每个语言的版本网站放在不同的服务器目录里面。这个选项啊，建议大家可以打开。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会增加你服务器的一个文件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面对这个 SU 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哈。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这里我们不需要勾选啊。第三个我们也是保持默认。第三个就是一个重点哈，自定义链接的一个强制语言。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否在链接中加入语言的别名。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现在默认的哈，我给它默认成了一个英文。那如果说你选择中文的话，它后面就会打上一个斜杠哈，它就会在网站后面出现一个 ZH。不同的国家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个里面会加上一个后缀，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开启啊，它有利于搜索引擎识别语言的一个内容，方便用户清楚当前所在的一个语言环境。那这儿设置好之后，记得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啊，我们回到我们首页来看一下，比如说刚才这个默认的后面，比如说我现在是日语，它这里就有一个 GA， 那我这里选择一个中文啊，它这里就有一个 ZH 哈，它会根据国家来调换它的一个后缀。接下来我们到这个语言切换器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浮动这里，你想让这个语言呢显示在哪个位置？比如说现在目前呢，我们显示的是在这个右下角这里哈，它会对应的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位置。这种是属于一个下拉的一个列表哈，你还可以这儿还有一个并排显示语言，那么这样显示的一种方式就可以默认的预设是这样子的，它可以看到你还可以给你的这个语言后面加一个背景还可以加不同的颜色这种属于一个透明的一个预设。还有这个是一个边框的预设哈，你想把这儿好好的给它改善一下，可以来这里来设置一下。那么这下面就有一个背景颜色的更改，可以看到背景颜色背景全体颜色、文本的颜色这些你都可以改。那文字的一个大小这儿也可以改包括它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比例哈，下面也是可以改的啊。你可以选择它显示在右下，也可以左下角，也可以右上角，也可以左上角哈，这里可以改的。比如说我们把它改到右上角来啊，它就跳到这个上面来了。再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刷新一下。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想让我们的这个语言显示在这个上面来，菜单栏里面来，该怎么设置呢？接下来我们回到后台，我们点击这里的一个外观，外观里面呢有一个菜单，我们点击进来。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儿呢，它已经把语言切换器，目前我们菜单栏里面就只有3个页面，那这有一个语言切换器，我们点开它啊，它默认加进来。那我们目前加了这么多种语言，我们直接把它加进来，点击一个添加啊，它就把语言这些就加到这个里面来了。我们点击一个保存啊，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里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啊，它就把这些语言全部加到这个上面来了。那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语言它都单独占了一个页面哈。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给它放在一起去呢？接下来我们再在后台这里来操作一下啊，比如说接下来呢，我要把所有的语言呢都给它放到一个里面去。那么我把这个啊，你可以挪动它的位置啊，我把它设置为2级菜单，放到它的下面，直接拖动它，所有的语言给它并排放在一起啊，在这个英语的下面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言，点击一个保存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点击一个刷新。这里还没有更新过来哈，可以看到我刚才把它移到右上角，它就跑到右上角来了。这里没有更新过来，等会儿再给大家看。那么没有更新，有的时候是一个缓存插件在作怪哈。我们点击这个插件，找到这个缓存插件。那我们这个缓存插件呢，先给它禁用一下，因为这个插件它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哈。好，接下来刷新一下看一下，那么整个语言可以全部跑到这里来了哈。什么德语、日语哈，这些中国的中文哈，就全部它就变成了一个2级菜单哈，不至于占满我们的上面的菜单栏啊。这样设置其实也挺好的。当用户他想要什么语言的时候，他就选择什么语言啊。可以看一下啊，他就直接选择英语或者中文。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右上角哈，用户他点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们点击哪个语言，它就切换到对应的语言。可以看到你选哪个语言的时候，比如说我选中文啊，它对应的域名后面的后缀啊，它会加入一个 ZH 啊，这个就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别名啊，就是语言的一个简称。那如果说你的网站内容比较丰富哈，如果说你的网站比较复杂，语言比较多，那你这样一段一段去翻译啊，确实非常的麻烦啊，会耗尽你大量的时间。最好就是使用这个自动翻译的功能啊，配上一个对应的一个 API 接口。那么你使用自动翻译哈，你就不需要手动去翻译。如果说你的网站这样有50到100个段落哈，你有7、8个页面，那么你只要设置好自动翻译的话，它会把你上面所有的文字内容全部给你翻译成一个对应的语言啊。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哈，大家自动翻译主要是针对一个文章文本的内容。如果说你图片上的一些文字啊，比如说像这种是一个图片上的文字，那么图片上的这个文字是没有办法被翻译的，需要你自己手动的去处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插件，它还有一些高级功能哈。如果说需要自动翻译的小伙伴呢，可以去申请一下相关的 API 啊。这里我就不给大家仔细的讲了。相关这个插件的链接哈，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了哈。如果说你长期做网站的话，你的网站肯定不能只有一种语言哈，那么你的网站肯定是需要多国语言的啊。不光是你这个本国家要看，那其他你要想一些海外的想要看，那么你必须要有几种语言啊，常用的几国语言一定要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高级套餐里面，接下来我们点它这里有个附加的一个插件功能哈，点进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一个 SEO 的一个优化。那么你可以把它启用一下的话，它的作用就是把不同语言的一个页面分别保存到你网站的数据库里面啊，让搜索引擎可以抓取到。那这些多语言的页面呢，比如说你添加了什么英文、德文、法文、日文几种语言，谷歌它会对应搜索引擎啊，就可以把你网站的每一种语言版本都收录进来啊，这个就是一个 SEO 包的一个好处。那么这样你的网站不仅可以被中文用户搜索到，也可以被国外的用户的一些英文关键词搜索到啊，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关键词也能搜索到啊，这个它是非常适合多语言本地化的一个 SEO 优化。第二个可以看到这里添加任意数量的语言，让你的项目走向全球。我们肯定你做电商也好做海外的一些生意，肯定是希望你的项目能够走上全球语言肯定是不止一种。下面一个就是许可证。
许可证主要是针对专业版哈，只有购买了专业版呢，那你可以把你的许可证填到这里来。后面还有一个高级的功能啊，点进来看一下。那这里面它可以自动修复一些问题。如果说你在使用这个插件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插件呢，比如说报错啊，或者页面异常啊，都可以把这些呢，可以给它勾选上，把它勾选保存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一个故障的一个排除，第二个就是禁用动态翻译。就是排除不需要翻译的内容啊，比如说你有邮箱啊、电子邮箱啊，或者说一些电话号码呀，这些不需要翻译，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啊。总之你不希望翻译的一些内容呢，你就可以把它填到这里面来。所以这个插件它会在翻译的时候，它会跳过这些字符，避免出错啊。它支持多个关键词形式的一种排除。那这里针对这种故障的一个排除啊，修复缺少的动态内容，禁用动态翻译，从帖子内容和标题中筛选这种换行，这些都把它勾选上。从帖子中筛选换行，这里也把它勾选上啊。加载旧版语言的切换器，那么这里都把它勾选上。这个就是一个故障的一个排除。第二个就是一个排除字符串和页。这个排除的就是你不需要翻译的一些页面，比如说你的邮件地址啊、你的电话号码这些不需要翻译啊。总之你不需要翻译的一些，你就可以把它填到这里面来哈。它会从这个翻译里面去排除路径。这里你填了之后，插件它会在翻译的时候呢，就会跳过这些字符啊。你可以有什么不想要翻译的，你就可以添加到这个下面来哈。那不同的字符这些啊，不想要被翻译的，你都可以把它加在这个里面。下面就是一个调试的一个模式。这功能一般我们是用不到的啊，除非你是开发人员做深度的这种适配才会开启。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其他的选项这里大概可以看一下删除一些重复的，这里有一些属性的一些格式，还有一些自动翻译记忆库这些可以看一下。再看一下最后的这一个自定义语言设置。比如说我们在前面添加了什么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这些都可以单独修改它的显示的一个名称。比如说这里是一个语言的名称你可以输入这个语言的一个代码，比如说什么 US 美国的这种 US 中国的什么 ZH 这些就是一个名称的一个母语你在这里可以来添加一下这下面还有可以再添加第二行第三行都可以。那这个功能呢，主要针对做一些深度定制或者配合其他插件做多语言兼容的时候这个会比较有用。如果说你只是日常使用的话，不需要管这一部分，默认的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翻译这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那么多语言的一个网站，其实现在对搭建网站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小月给大家分享了怎么样搭建一个多语言的网站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免费版本呢，它是只能添加一种语言对于我们做多语言来说呢，帮助不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专业版。那专业版是有一个自动翻译的功能如果说你的网页比较多、比较复杂，那么你就买它的中间的商业版的就可以这样搭建网站就比较省时省力。那如果说你的网页只有像这样子比如说2-3个页面只有2-3个页面，像这种非常简单的这种你也可以使用免费版的去手动的翻译这种手动翻译它是比较适合内容比较少的，而且只需要翻译2种语言的就除了它本身的一个语言呢，还能再添加1种语言这个就看大家各自的一个需求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如果说你想从头到尾呢来搭建一个这种电商独立站的话，大家可以来看我之前的这一期教程3.5小时的一期超详细的零基础的一个教程。搭建好网站之后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收款的问题。现在收款基本上都是用Stripe来收款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Stripe账号的朋友，不知道如何注册的朋友呢，可以来看我之前的这一期视频在这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下角和视频描述栏和右上角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怎么样来注册一个网站，让我们的独立站可以正常的收款。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喽。